克西斯家来了一个神秘客人，他长相帅气，性格优雅且随和。拉克西斯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深深喜欢上了他。时间转眼过去了多年，在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里，昔日的女孩拉克西斯已经长成了动人的少女。不过，她却在父亲巴兰谢的改造下变成了一个人造人。可拉克西斯并没有因此而苦恼，相反，他甚至有些期待。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。这是一个属于骑士的世界，骑士们操控着各自的人形战斗机器互相争斗，但因为这些机器并不好控制，他们便需要人造人从旁协助。就这样，一个骑士往往会搭档一个人造人，从这时起，他们变成了一生的伴侣。拉克西斯之所以期待，是因为他想做小时候见到的那个人的搭档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永远在一起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父亲此番除了改造了拉克西斯外，还将女儿克罗索也改造成了人造人。他打算举办一场人造人发表会，为他们寻找适合的骑士。这意味着拉克西斯很有可能成为其他人的搭档。发表会的事很快传播开来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不只是因为这两个人造人，更大的原因是这对姐妹长相都十分美丽，谁不愿意有一个漂亮的搭档呢？骑士苏普此时正独自行走在路上，他便是那个被小拉克西斯爱慕的人。此时的他受巴兰谢之邀去他的家里做客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庞大的机器从远方驶来，机器的主人是一个个性爽朗的男子，他名叫维拉德，是去参加人造人发表会的。维拉德告诉苏普，这次来参加发表会的还有很多大人物，可以说是盛况空前。维拉德在半路放下了苏普，二人相约在发表会上见面。苏普随后来到了巴兰谢的家，这里有3架人造人机器。原来巴兰谢一共有3个女儿，除了拉克西斯和可罗索外，早在1年前，他还有个女儿阿特洛波斯也被改造成了人造人。只不过巴兰谢并未给他举办发表会，而是偷偷让他逃离了这里。事实上，作为人造人，如果遇到好的搭档还算幸运，但遇到坏的搭档，无异于送羊入虎口。这次的发表会其实就带点这种意味。巴兰谢本来同样不准备举办发表会，但谁料领主尤巴主动找上了门。他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，竟主动提出给姐妹俩举办发表会，实际却是想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收入囊中。为了女儿们的一生幸福，巴兰谢便将他们托付给了苏普。发表会开幕前夕，所有的骑士们都聚集在了一起，苏普也在这遇见了维拉德。就在二人聊天的时候，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，只见一个异常帅气的男子出现在了这里。维拉德介绍说，那人是天照地陛下，是最有权势的人，他的身后还跟着4名白袍骑士，据说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4名骑士。维拉德随后带着苏普去看了自己的人形战斗机器，谁料苏普竟一下子说出了他的来历，这令维拉德佩服不已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又一阵骚动从外面传来，苏普仔细一看，发现竟然是巴兰谢的女儿克罗索正在被人追捕。原来这其实是拉克西斯故意为之，他同样不想让妹妹成为被挑选的对象，所以才让她逃离这里。苏普见状连忙上前追赶，此时维拉德抢到了一辆摩托车，两人一同追了上去。克罗索一直逃到了一座小镇，但谁料因为出色的长相，几名混混顿时被他所吸引，他们便上前动手动脚起来。关键时刻，一个身披斗篷的人来到了这里，他赶走了混混们。而就在这时，苏普也赶了过来。苏普认出了对方的身份，竟然是寇拉斯王朝的国王寇拉斯3世。世上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，克罗索决定做寇拉斯3世的搭档。苏普见寇拉斯3世是个正直的人，于是便替他父亲答应了下来。但就在这时，尤巴的手下赶了过来，他们准备强行带走克罗索，气氛变得紧张起来。突然，又一个制止的声音响起，来者竟然是那4名白袍骑士。骑士说道，他们已经见证了克罗索成为了寇拉斯3世的搭档。原来只要有3位骑士出面作证，骑士与人造人的搭档仪式就算是成功了。手下们见状没有办法，只好撤离了这里。尤巴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，但因为有4骑士作证，再加上对方是寇拉斯3世，他只好妥协下来。不过此时的尤巴下定决心，拉克西斯可一定不能放过了。第二天，尤巴在广场上展示了自己的2架人形战斗机器，他的言语中还透露着想和寇拉斯3世一较高下的意思。就在这时，天照地陛下来到了这里，他制止了尤巴的挑衅。一连经历了2场挫折，尤巴越想越觉得生气，他一把打翻女仆所倒的红酒，而后醉醺醺地闯进了拉克西斯的房间。可因为二人没有正式成为搭档，尤巴的恶行始终未能得手。惊魂未定的拉克西斯十分伤心，他祈祷着自己能与苏普再次相见。而与此同时，苏普也在为拉克西斯的事而忧心。他其实明白拉克西斯的心意，但却一直不敢直视这份感情。发表会终于开始了，令人意外的是，维拉德竟然是大会的见证人。他宣读起人造人选择搭档的规则，在人造人接触过所有骑士之后，由他本人亲口说出一个人选。如果他没有说出人选，那就将等待下次发表会的举行。拉克西斯很快出现在了众人面前，他一眼就看到现场并没有苏普的身影，但为了发表会的进行，他也只好佯装平静。在看完了一个又一个骑士之后，拉克西斯最终表示，其中并没有自己中意的人选，这令尤巴心生窃喜，因为他的机会就要来了。可谁料就在这时，苏普及时赶了过来，而拉克西斯见状，顿时扑进了他的怀里，两人随后离开了发表会。
尤巴当即愣在了原地，他连忙命人将苏普两人拿下，而他自己则驾驶着一架巨型机器追了上去。维拉德见状，准备上前协助苏普逃跑。就在这时，寇拉斯三世拦住了他，他指出了维拉德的身份。原来维拉德竟然是这个国家的国王。寇拉斯三世要维拉德趁机推翻尤巴的统治。维拉德恍然大悟，连忙向手下部署了任务。一名女子随后出现在了维拉德身边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女子竟然是拉克西斯的姐姐阿特洛波斯。阴谋没有得逞，尤巴还将怒火牵到了巴兰谢的头上。他派遣手下前去挑衅，谁料四骑士随后出现在了这里，他们轻松就将手下悉数打倒。另一边，尤巴驾驶着机器追上了苏普，同时还有他的几架人形战斗机器，形势顿时变得危急起来。但就在这时，大地突然变得颤抖起来。只见一个黄金庞然大物出现在了这里，这正是苏普的人形战斗机器。就这样，苏普和拉克西斯第一次开始了配合，他们将尤巴的几架人形战斗机器悉数打败。尤巴见状顿时大惊失色，他决定用破坏炮攻击二人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苏普的战斗机器上也安装了破坏炮，他们先一步展开发射，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尤巴和他的机器顿时消失在了原地。苏普随后也显出了真实身份，只见他一头银色长发，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天照地陛下，之前的那个人不过是他安排的替身而已。就这样，苏普和拉克西斯正式成为了搭档，二人也即将迎来更多的挑战。动漫《五星物语》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而来，不过可惜的是，他只出了一部就归于了沉寂。但你要因此而感到惋惜，可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他的漫画更加离谱。从1986年开始连载，时至今日还没有完结，36年的时间仅仅出了10几卷。照这个进度来看，恐怕柯南完结了，他的故事可能才讲了不到一半。